除了小红和小青，剩下这5个人这么多年的去处，您都清楚吗？当时疫情过后，这5个孩子也因祸得了福，1年之内都让人领养走了。这些年也有些书信来往，只有这个小紫是3个月前刚回到旭姑院工作，就是许愿老师。那这个许愿3个月之前来到旭姑院的时候，您第一眼就认出她是小紫了吗？没有，是他自己告诉我她是小紫的。那您怎么能确定她就一定是小紫呢？他说了当年很多小紫的事都是真的，我就相信了。怎么？难道他不是？15年前，他们都是在旭姑院里面生活的，对对方应该都很了解。您怎么就能够确定他一定是许愿，而不是小红冒充的呢这？15年了，物是人非，您真的可以认得出她是小红还是小紫吗？还有这个李姐，她也有可能是小红假扮的。由此看来，任何一个20岁出头的女人，都有可能是小红。这个凶手对毕老师的住处和生活作息非常的了解，整个作案过程都非常的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说明凶手是经过周密的计划，所以我断定，凶手一定藏在旭姑院内。如意，你去查一下20出头的女性，从许愿和李姐开始。希望我们还来得及。徐医生，像你做医生的，应该会用手术刀吧？会。你们不会怀疑我是凶手吧？我只是例行公事。不过话说回来，我检查你的医务室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手术刀和麻醉药。巡捕先生，你太外行了。这里不是医院，没有手术室，当然不会有手术刀，也不可能有麻醉药。不过作为医生来说，想要拿到迷药和手术刀，应该很容易吧？你这逻辑也太奇怪了。难道说你们巡捕能拿到枪，就一定会杀人吗？不要因为你们的无能，就随便怀疑别人。有道理。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哎，欧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巡捕房田小田。好。关于毕老师的案子，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吧。好。关于15年前彩虹妻子和那场疫病的事情，你清楚吗？其实我知道你们在怀疑什么。15年前那场悲剧牺牲了无辜的小红，她死的实在太冤枉了。也难怪你们会有这样的怀疑，但是我不信。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小红是一个活泼乐观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很要好，记得那个时候玩过家家，每次只要我扮新郎，她就一定会扮新娘。所以我对她很了解，绝不会有什么鬼魂复仇这回事的。即便现在小红还活着，我相信以她那种活泼乐观的精神，绝不可能做出杀人的事。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刚刚从许愿那里过来。现在你带我去见李姐吧。我发现旭姑院里面只有许愿一个人可以用药，还会用手术刀，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凶手。不可能，我刚才步步紧逼，可是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是凶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就冲他的长相，他就不是凶手。你就是以貌取人，看人家长得漂亮，就觉得人家无辜。我就是以貌取人。告诉你，就侦查学来讲，观察一个人的情绪，还有他的脸部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在医务室观察了他的情绪，还有他的脸部变化，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再看看你这个人的形象和面貌啊，一看就属于阴阳失调、心理变态那种。毛如意，我警告你啊，
我们约法三章过的。你要是再惹我的话，我就去告诉张探长，让你退出这个案子。哎呀，看啊，你还会什么呀？就会打小报告，典型的心理不健康。你这是病，得治，得治。你不是说我变态吗？我就变态给你看一下。告诉你，毕老师也出事了，亚飞心里正难过呢。我现在也是一肚子火，你可别惹我啊！哎，等等，像亚飞那种男人婆，也会难过？是啊，你别看她表面坚强，哭起来比谁掉的眼泪都多。别过来！是我们，你没事吧？我还以为是小红的鬼魂要来杀我了。你怎么一下子就能肯定那是小红的鬼魂呢？因为15年前，原本应该抽签的人是我，结果我闹着不肯抽，最后院长把我们抽了，把小红就给带走了。完了，小红她一定是恨死我了。李医生和毕老师都出事了，下一个是不是就是我了？金香，你救救我吧，我不想死。别害怕，巡捕已经介入这个事情了，大家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的，一定啊。根据看门人反映的情况，慈心续孤院经常会有一些爱心人士来做义工，而且呢，还有很多没有子女的夫妇来领养适龄的儿童。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有大量符合嫌疑标准的22岁左右的女子经常出入。所以凶手如果从这个时间段进入或者离开的话，我们的确很难发现。而且呢，在毕老师案发的现场，我们可以推断，凶手对员工宿舍非常的熟悉，他的进入和离开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此，凶手是内鬼，而不是外人。昨天我跟吉祥大婶把所有女员工宿舍和办公室全部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物品，而且我格外留意了许愿医生的医务室，并没有发现作案的工具和麻醉药品。我的直觉告诉我，许愿医生不是凶手。直觉？哼哼，只有女人才相信直觉。不要再傻了，一个医生怎么会蠢到拿自己的手术刀去杀人呢？这太容易暴露线索啦，傻瓜！而且我发现，医务室所有的物品都摆放得一丝不苟，就连许愿医生自己的衣服都穿得整齐不乱。试想一下，这样一个细致入微的人，怎么可能马虎到用手术刀去杀人？太容易暴露线索了。Do you know？ 我反对，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也不能排除许愿是嫌疑人。事实是，凶手懂得医学常识，又有渠道拿到手术刀，这2点许愿都符合，所以你不能想当然的就轻易排除任何嫌疑人，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再想一想，续孤院里除了许愿和李姐，还有谁会是小红？哎呀，我呢已经根据花名册列出了所有在续孤院内做工的女性杂工和教工的名字，然后根据他们的亲属关系以及他们在续孤院内做工时间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只剩下李姐和许愿2个人。这样，下一步，如意、小田，你们继续盯着李姐和许愿，尽量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当年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线索。是。另外，在查案同时，你们要保护院长的安全。如果这2起杀人案是因为当年小红的复仇而起，那现在最危险的人就是院长。我会派一些便衣在续孤院里面巡逻，协助你们一块保护。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小红跟小绿关系不错，从言语之中能看得出来，
那个李姐疑神疑鬼的，看起来也不太像是罪犯。那可不一定，越高明的罪犯越善于伪装自己，他总是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样子，就是想要掩盖自己凶手的身份。你还记得吗？在彩虹妻子当中，跟小红年龄相仿的女孩，除了小紫许愿、小兰李姐，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孩？还有个女孩叫小程，还有个男孩叫小黄，他们都是15年前事件的见证者。那小程和小黄就应该知道些什么吧？走。彩虹妻子当中剩下的这2个就是小黄和小程。啊，对了，明天我们虚姑院慈善拍卖会，他们应该会来帮忙，应该今天下午就陆续会到了吧？哎，那正好，那到时候我们跟他们好好聊聊。哎，院长，你还记得关于他们彩虹妻子的事吗？比方说，他们平时在一起关系怎么样？在我的记忆当中，小青和小红2个人感情最好，像亲姐妹，常常形影不离。这小程和小红呢，倒是对冤家，动不动就吵吵闹闹的。小绿成亲了。这个就是我的，我的，哎呀，现在是我的了。小红，你不要哭，我会保护你的。请问一下，方院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哎，你看这个女人，乍一看像是一富婆，可这廉价的面料、浮夸的款式，还有这刺鼻的香水，再加上这大珍珠，一看就，一看就是一卖笑的。没准我这都是夸的。说两句，嘴上积点德好不好？我这实话实说嘛。哎，你好，你好，我是这个旭姑院的勤杂，我叫吉祥。您是啊？我叫温怡君，是这旭姑院呀特地请来的贵宾。啊，温小姐您好，我帮您把行李拿到住的地方去吧。好吧。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没关系的，帮帮忙而已嘛。徐医生，你能给我们讲讲关于彩虹妻子的事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胆子很小，很爱哭，这鼻子底下总是流着2行鼻涕，院长就总会拿着手绢替我擦。哼，想不到你现在这么文静干净，过去是个鼻涕妞。其实我和小红的关系一般，倒是小绿好像很喜欢她。小小年纪就说长大了要娶她当新娘子，可能是过家家的游戏玩多了。我记得15年前院长带走小红的那一天，小绿哭得很凶。徐医生，那你知道谁跟小红的关系最不好吗？小程跟小红经常吵吵闹闹的，不过要说关系最不好的，应该是小黄。那个时候，他经常欺负小红。钱倒是不少，典型的暴发户，道德和物质财富成反比。我
毛病吧？给不会好好给啊？怎么了？不是接受我的施舍，本来就应该蹲在地上，是不是啊，小乞丐们？他可是院长请来的财神爷，如果想揍他，也得等他把钱偷完了再揍，是吧？也对，这种人，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真没想到，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这还是没什么变化呀。哎，我先不着急回住处，你先带我在这四处转转吧。温小姐，你看我们这续孤院也挺忙的，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什么意思啊？我让你陪我逛逛，那是看得起你。像你这样的普通勤杂，平时可是没有什么机会高攀我这个贵妇人的。你还不放机灵点，把我伺候好了，我要是一时高兴，说不定还能带你回我府上做我的贴身丫鬟，那你可算是熬出头了。你可别说笑了，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还想带我脱离苦海呢？你什么意思啊？温小姐，你前天是不是来找过方院长？你认错人了。我不会认错的。虽然你衣服换了，但是这张脸没有变啊。我前天是来找过方院长，可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我以前也是在这续孤院长大的孩子，可是现在我在外头混得很不好，所以那天来找方院长，我是想让他帮忙，让他在这续孤院给我安排一个职位让我做的。那既然你在外面已经过得不好了，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呢？唉，我听说明天的拍卖会，好多当年的小伙伴都会来，我就想着我还是打扮一下吧，免得让人家看不起。其实我这身上的首饰都是假的，我就想着明天拍卖会一结束，我就顺水推舟，说我想留在续孤院奉献爱心，这样我不就能留在这里做工了吗？你呀，还挺能编故事的。温小姐，那天你来找过方院长之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哦，我们大概聊了1个多小时吧。晚饭前应该不到6点钟我就离开了。谁能证明？我悄悄来的，悄悄走的，没有人能证明。哎，你凭什么质问我？没事没事。张探长，珊珊小姐，你来啦！毛如意不在，我在。我不是找如意的，我是找张探长。我接到了预告，今天晚上一之门要行动。啊，一之门又要作案了。不过珊珊小姐，你放心，我可以保护你的安全，一之门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不需要你保护，我有我们家如意保护我。如意才不会保护你呢。那一之梅今天晚上在哪儿行动啊？没想到一晃15年过去了，当初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小伙伴，都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了。算是把杀猪刀啊！这么看来，我说吉祥是小红，也没人看得出来。第一眼看到小程时啊，都没认是出来他。我不也是吗？还把你错认成小兰。最好笑的是小黄，我记得你小时候长得跟豆芽菜似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伟岸了？你这家伙，你是不是离开续孤院之后，把发酵粉当饭吃了？知道这叫什么吗？有钱人的标志，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哎，院长，你不是说让我捐点东西吗？好，这个我先捐给咱们院。怎么样，院长你看看。哎，我看你就很像沙雕。呸！哎呀，这个很值钱的。啊，小程，这15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长得这么漂亮，肯定嫁人了吧？啊，
我先生是做进出口贸易的，上海滩的南摩温。说一口什么英语？撒谎也不提前练。小程，我这么一看，挺眼熟的。是吗？有可能是在哪个酒会见过吧，我也不记得了。啊，我真的认出你来了。好了好了，咱们彩虹五子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来，为我们15年后的难得聚会干杯！来，干杯！喝茶多没劲。喝酒，我这可是法国来的洋酒，估计你们这辈子都没喝过。来，小黄，算了吧，我们都不会喝酒。小程会呀，我跟他喝过好几次呢，是吧，小程？来，小黄，算了吧。哎呀，他会喝呢。你干嘛？既然你们都到齐了，我就要对你们负责。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孤儿院里连续发生了2起凶案，李医生的死，毕老师的受伤。我们怀疑凶手就是小红。什么？李老师死了，凶手是小红？开什么玩笑？小红不是15年前就已经死了吗？对不起，我隐瞒了事实真相。其实，当年我并没有找到小红的尸体，很有可能她还活着。不是，小红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小红杀人是为了报当年你们抛弃她的仇。Do you know？ 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当年疫病事件的当事人，明白吗？我再说明白一点，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是下一个被害的对象。但是15年已经过去了，物是人非。小红现在长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谁都有可能是小红，甚至很有可能，小红就坐在你们中间。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和毛巡捕就住在旭姑院，保护各位的安全。巡捕房也会派出便衣巡捕在周围巡逻。各位如果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请立刻通知我们。怎么办？哦，对了，我今天发现了一个线索。我觉得小程、温怡君有很大的作案嫌疑。毕老师遇害的第2天，他乔装打扮来找方院长，正好被我跟亚飞撞到了。可是他后面却说他不知道方院长的办公室在哪儿。我觉得他应该在撒谎，也许他来过方院长的办公室很多次了。很有可能他就潜伏在这旭姑院里，找到合适的机会就伤了毕老师，然后想方设法的逃出旭姑院。时间吻合，就凭乔装打扮这一点，就有很大嫌疑。可是温怡君却解释说，她现在生活很落魄，希望到旭姑院工作，可是又不想被别人发现她现在很落魄。虽然这个理由也说得过去，可是未免太巧合了吧？那就说明温怡君很有可能就是小红。我谢谢你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我们破案的难度又大大增加了一截。我这也是为了这个案子负责啊！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得这么刺耳？巡捕大人，我有个重大的线索要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不知道小红长什么样吗？我知道啊。那个，确切的说呢，我不知道她的脸长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她的身体长什么样。我记得她的腰间有一块红色的胎记，这是小时候啊我捉弄她亲眼看见的。那，现在线索我告诉你们了。你们想办法赶快把小红给我找出来，别每天让她装神弄鬼的，搞得我一点兴致都没有了。抓紧啊，听见没有？哎，这长相能变，可是这胎记一辈子都改变不了啊！只要谁身上有这个胎记，谁就是小红啊！那就先从许愿开始，他嫌疑最大。不用看，你最能胜任，你最有经验。哎，毛如意，你能不能正经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脱衣服。你看看，你看，我只是假装不正经，他这是假装正经。这谁让你们脱了？你去？你去啊？我们谁都不用去，让他自己脱。一会儿我跟小田哥可以事先埋伏好，
哦，对了，那个刚才头啊，那个来个信儿，说要找亚飞，让亚飞赶快到宿舍楼下面等他。好，那就这样，我跟你去。亚飞，你去帮助张探长。如意，你去找许愿，把他约到我们约好的地方。注意，跟他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自然，千万不要露出破绽。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和小天哥。小子，嘿，小黄，让过来呀！别叫我小黄。小黄。毛巡捕说小红回来会对我们下手，可是我觉得小红真的回来，应该也不会伤害我们的。我觉得他会，你知道吗？小的时候他刚死，每天我都做一个噩梦，他都在我床边，非要跟我玩那个抽花枝的游戏，每天我都被他吓醒。你太紧张了。就这几天吧，毕老师和李医生这事儿一出，我又开始做这个梦了。哎呀，行了，小兰，你呀，就是喜欢自己吓自己。你说，小红这次不会真的回来复仇，把咱们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胆子还这么小啊？我觉得，当年我们都有些对不起他，但是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说永远内疚也于事无补啊。所以，我学医回来以后，就来了旭姑院。我想着多帮些小朋友，就当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吧。也是。李姐，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大石头？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在那儿玩，还有这棵大树。天热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遮阳伞了。是啊，那个时候你玩什么赢什么，都让你赢了。还有那个小黄，他就知道赖皮。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啊？我怎么了？你每一次都第一个认输。虽然小红也会输，可是她都会坚持到最后啊。小兰，小兰，嘿，来追我呀！又偷袭我！你鞋怎么又脱了？还像小时候一样调皮！站住！你把鞋穿上！哎呀，小心脚会破了！嘿！你有病啊！张探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一直没有发出通知了，说他下一个目标是一个叫沙彪的人。我知道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可是这旭姑院的大熟人啊，很多宾客都是我迎进来的呢。再说了，据我所知，目前只有沙彪这么一个嚣张跋扈的暴发户，一直没不偷他偷谁啊？可以啊，你现在观察能力比得上你师姐了。那是。我这次一定要亲手抓住那个一枝梅。加油啊，张探长！我李阿飞呢会全力的支持。啊，你放心。哎，欧老师。那个沙彪在哪个房间啊？我只知道他住2楼，但具体哪个房间我还真不知道。要不你们去2楼找一找吧。这味儿有点冲啊！你自己的洗脚水，你还好意思嫌弃？能让许医生脱衣服洗澡，当然得下猛药啊！你听好了，你先泼，我垫后。但是有一点，千万别让他们看见咱们的脸。收到。哎，你也学西方文学啊？我也是。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看《阴谋与爱情》，我给你讲讲里面的故事。毛巡捕，时间不早了，明天就是拍卖会，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忙完，我先去打理一下。哎，等等，就一幕特别的精彩，真的。下次再说吧啊！哎，我觉得你这个女人特别的不一样。
有魅力。像你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居然立志去研究西方医学，每天跟尸体打交道。你看你每天把尸体大卸8块，然后再把尸体的小尸块放到显微镜底下去不停的研究。据说你研究完之后还能吃得下去红烧肉。像你这样的女孩，心思细腻而且又有胆魄，上哪儿去找啊？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哎，别走！我真的在跑。我求求你，我还没跟你说完呢。哎，我。我赞助你们钱，老子有钱。你就想要老子的钱，给你们。哎，小黄，小黄，你喝多了。什么？不要叫我小黄。沙彪，沙老板。小黄15年前就死了。小黄，我知道15年前的事情，我们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小红她，小红她该死。谁让她抽到最短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可我们毕竟还是活下来了嘛。小红倔什么倔？她早就死了。她就是没死，我也不怕她。巡捕大惊小怪的，装神弄鬼，有什么好怕的？以前我不怕他，我现在我沙彪也不怕他，不怕他。其实我还真想见小红一面，当面跟她道歉。毕竟，15年前是我们剥夺了她活下去的权利。道歉？他跟我道歉还差不多。道歉？开玩笑。道歉。开门！给老子开门！谁呀？快点儿！你，哎呀！你怎么来了？别走！你要干嘛？我一个大男人半夜跑你一个舞女房间，你说我能干嘛？别胡说！可是你干嘛？以前你陪我喝酒吃饭的时候，不是挺放得开的吗？你滚开！世界还真是小啊！没想到我们长大了在一块儿，我小时候老早就在一块儿了。这脚碰脚的生意，你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你给我滚开！这世界上的女的有很多种，酸的、甜的、辣的，我偏偏喜欢你这辣的。来吧，小宝贝儿！放开我！救命啊！来人呐！少给我装清高，我早就闻到你身上的酸味。来吧，小宝贝！救命啊！来人呐！住手！军房的！你干嘛呢？他要强暴我，是他想侵犯我。哎呀，冤枉
大人，他见我长得潇洒帅气又有钱，他就想占我便宜。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你胡说！见过不要脸的，我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想干嘛？我想干嘛？你这种臭男人，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我们女人的厉害。哎，别，咱们是来保护他的，不能这么打他。好像是这么回事啊？疼啊！天小天，狗吉祥，你们俩多半是故意的吧？你们公报私仇，这笔账我回头跟你们慢慢算。毛如意，天都黑了，你还没洗好呢。我没洗好，我爱洗多久洗多久，你管得着吗？我洗1天、2天、3天、4天、5天。我看你以后可以不叫毛如意了，叫毛毯吧，那么难洗。你见过这么帅的毛毯吗你？再说你属萝卜的呀，一洗就干净。田小条还没来呢，我爱洗多久洗多久，我爱洗多久洗多久。沙雕房间所有的钱财都在这儿了。我倒是要看看，一直没这个贼怎么把这些钱拿走。还巡捕房呢？你们这哪是保护百姓？你们这分明就是欺压百姓！谁叫你犯贱找打的？就你这男人婆，就你最不讲理！张探长，我不管，今天你们巡捕房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怎么，刚才你挨了2拳，是不是还不够啊？现在浑身又痒痒了是吧？你什么你？你个死猪头！你恐吓我是吧？我沙雕是吓大的吗？回头我去找你们的杨上司投诉你去。你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巡捕房的人。你要是再敢给我多一句嘴，我就把你大牙一颗一颗给你拔下来。啊，时间已经过去半分钟了，一枝梅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估计啊，他是不敢出现了。狗吉祥，你干什么呀？你犯病了吧你？闪什么瞪啊？我们穷人的地方当然不比你们富人的地方啦，跌压不稳很正常嘛。小心一枝梅！谁摸我脚？谁？啊！毛如意，谁打我？我以为你是一枝梅呢。我还以为你是一枝梅呢。你现在什么情况？闹了半天又让他给跑了。哎呀，还好我反应灵敏，我第一时间护住了财产，1分钱没少。这是什么呀？明天拍卖会上见，兄弟们辛苦了。什么意思啊？耍我们玩啊？刚才他还趁机调戏我。调戏我们？我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竟然还能来去自如的。他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给我们下了一封战书，居然约我们明天在拍卖会上一决高下。他可是太厉害了，太嚣张，太猖狂。
主意啊，